5000年华夏病变、衰落与中国的形成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文明也像一个人一样，有诞生，有成长，也会生病，甚至会走向衰亡。当我们回头看华夏5000年的历史，会发现其中有一条清晰的线索：文明健康时，百姓安乐，社会进步；但文明一旦生病，就会留下隐患，最后导致动荡不安。今天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历史，看看华夏文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病变，最后又陷入缔结之道的反复循环。第1章：夏朝，方读对疏导。故事要从夏朝说起。黄老四想不上贤，使民不争，这原本的意思是要让百姓保持单纯，不被名利驱使，过着朴素安稳的生活。可是，这是方读的方式，也就是压抑欲望，限制人才。结果，夏朝逐渐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不重用贤能之士，社会缺乏人才，治国也缺乏智慧。就像黄河、长江的泛滥，本来应该靠治水专家用道法自然的疏导方法来治理，可是却因为缺乏人才，结果呢，水患依旧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像良渚后池、2里头遗迹的形成，就和当时的大洪水有很大关系。真正理想的办法是要疏导，而不是防堵。就像治水要依据山川地势，设堰排沙，定期清淤，植树造林，让水道自然畅通。同样的，治理人性也要用疏导，把人的私心与欲望转化为公心与理想，这才是夏朝最早期的智慧。第2章：商朝，文明病变与鬼神迷信。由于夏朝治水失败，导致下游的诸侯饱受洪患，这应该是商朝热衷鬼神祭祀的缘故。夏朝衰落后，商朝取而代之。商朝前期为获得治理智慧而热衷于修行，因为修行而附带的神通，或许是导致后世崇拜祖先的缘由。从商朝到殷商中期，都算是道发人心的仁义之治，但到了武丁时期，前半生他勤政有为，努力整顿国政，但后半生他却越来越依赖占卜、祈祷，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，而不是放在仁义治理。这种迷信就像文明发烧了一样，反映出内部的病变。当鬼神成了决策的依靠，当仇恨和私欲支配了行动，商朝就一步步走向衰亡。这一幕某种程度上很像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时代，恐惧与迷信掩盖了理性与仁义。就好比当人体生病时，细胞相识。第3章：周朝，仁义之师与制度的牢笼。等到周武王伐纣时，情况出现了转折。当百姓单食胡浆，以迎王师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民心仍然存在着民本公心，大家渴望的是仁义之治，而不是暴政与迷信。上书民为邦本，本固邦民这样的理念能在周初流传，说明周初仍是以民为根本。但问题来了，周公为了让姬姓天下长治久安，他设立了宗法礼制。这个制度一开始确实符合人心，但隐患很大，它逐渐加深了阶级的固化，
把制度变成了服务权贵的工具。换句话说，从民本思想慢慢变成了君本思想，民本思想逐渐被压制，制度开始损不足而风有余，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像被摆以注视一样，一旦周朝失去统治能力，就瞬间崩溃。这就是后来的礼崩乐坏、天下大乱、诸侯互相攻伐的根源。第4章文明腐化的朝代轮回。从这里开始，华夏文明就进入了一个反复循环的状态。表面上有制度，但制度不再是为了民本，而是为了权贵。表面上讲仁义，但更多成了礼法的形式，甚至沦为工具。一旦中央失去力量，天下就陷入混战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从西周到春秋战国，再到秦汉，乃至后来的明清，整个循环都是制度固化到社会失衡，到暴乱兴起，到王朝覆灭。而这一切其实都能追溯到最早的病根。夏朝开始选择了防堵而不是疏导，才让文明逐步走向了病变，甚至腐化的轮回。第5章秦以后，文明恶化的循环。秦朝建立后，实行了变法和严格的法制，但这套制度是君本法制，是由上而下强制推行的，与西方强调民本法制完全不同。从秦汉开始，各朝代不断重复着一个循环，制度被固化，权贵利益凌驾民心，社会失衡到暴乱兴起，到王朝灭亡。每一轮循环都比上一轮更快、更剧烈，文明的病变和腐化在逐步加深。第6章近现代，满国府属与中共治道。到了明清末期，起义军多半是灭亡之师，破坏旧秩序却无法建立新的秩序，人民的生活没有真正改善。再看中共建政后，因为执政者私心过重，制度守不住底线，导致政权运作走向暴乱灭亡之治。改革开放之初，虽然制度稍微回升，但依旧是偏向制度化的暴治，即道法私欲的暴治。直到习掌权后，整个局势又开始往灭亡之治堕落，文明再次陷入危险的循环。可以说，中共政权像一口大闷锅，腐败分子完全掌握政权，内部很难自我革命。要想真正重生，可能需要外力撬开这口锅。第7章修树反思，防堵与疏导。回到最早的问题，夏朝选择防堵还是疏导？防堵就是压制欲望，限制人才乃至埋下病根；疏导就是把私心转为公心，把欲望化为理想乃至文明健康。正如夏朝最初的智慧所说：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虚其心就是消私欲，壮大公心；实其腹就是求均富，安定民生；弱其志就是降私志，兼顾众生；强其骨就是强理想，造福苍生。换句话说，要让文明活得健康，不能只靠压制，必须疏导人心，顺应自然。制度要服务全体民众，而不是权贵。防堵只能延缓崩坏，疏导才能延续文明。未来文明若想永保健康，就必须道法自然而慎终如始。